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同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有一点与众不同。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并不是经文，而是一卷书的背景。看标题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罗马书不为人知的背景。那么为什么要单独提罗马书呢？因为罗马书的确是一卷与众不同的书信，它是整个新约中使徒书信中最长的一卷。而我们知道，保罗书信中绝大部分的书信写给教会的都是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也就是这些教会都是跟他有关的。而罗马书则不同，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去过罗马教会，也就是说罗马教会并不是由保罗所建立的。但是呢，保罗却给罗马书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书信，所以呢，罗马书的确跟保罗的其他书信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圣经记载过保罗3次的宣教旅程，而保罗在第2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就开始写信给各教会了。所以我们大致可以理解的就是保罗第1次的宣教旅程，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第2次宣教旅程。而第2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就发现之前的一些教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他就不断的差派同工到各教会去解决问题，有时候呢还带上自己的一封亲笔书信。而罗马书就不属于这个范畴，因为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所建立的，所以呢，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和给其他教会的这些书信的目的都不一样。然而传统的教会界一直把保罗的罗马书当作是一封非常完备的福音书信，甚至有人说呢，罗马书就是保罗的系统神学，把它放到了一个完全教义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但事实上，罗马书就是罗马书，它是一封书信，书信的写作都是有目的的。如果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那么我觉得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读懂这封信。所以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每一卷书的背景都要尽量的去了解，了解的越多，对你读这卷书的帮助就越大。而罗马书真的很特别，如果你不了解这卷书的背景的话，真的罗马书很多问题讲的是很枯燥的，很系统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背景的话，就算你读了很多遍，你也都是觉得很多问题是莫名其妙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分享了解罗马书一些不为人知的背景，这样呢，当您继续再回过头来读罗马书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变得比较明白了。首先我们前面已经说了，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所建立的，那么罗马教会是谁建立的呢？这是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教会界都认为罗马教会最初是一个纯犹太人的教会，很可能是在五旬节期间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的，而且听到福音的第一批基督徒，他们返回罗马之后建立的教会。但是呢，也有人说罗马教会是最初耶稣所差派的70个门徒其中的几位建立的。因为保罗在第16章的时候就提到了罗马教会的很多核心同工，人数呢差不多有接近30个人，有人说是28个，有人说是29个，这个都不是大问题。有人说这20多个人中，其中有好几位就是耶稣最早差派出去的那70个门徒。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并没有记载这70位门徒的名字，所以呢，教会史是不是真正的权威我们也不知道。但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一般来说，大家所公认的就是罗马教会最初呢是由犹太人建立的，也就是第一批听到福音的基督徒返回罗马建立的。
由于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就是让万民去做我的门徒，所以教会逐渐向外邦人开始传播。随着福音在外邦人之间的传播，罗马教会就增加了很多的外邦人信徒，以至于后来罗马教会的外邦人的信徒数量超过了犹太信徒。所以这就和很多教会不一样，很多地方的教会是以犹太信徒为主，外邦人信徒少。而我们知道罗马离耶路撒冷是很遥远的，而罗马居住的人口也是最多的，那么在这里犹太人是少数。随着罗马教会的不断扩大，那么罗马教会的外邦人信徒数量超过了犹太信徒，犹太信徒成为了少数族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罗马教会持续的发展有1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还是不短的。那么在10多年的时间里边，罗马教会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教会网络。关于罗马教会的这个教会网络，我们会放在本周的原来如此的频道中跟大家详细的讲解。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解的是罗马教会的背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会发展了10多年，而且罗马教会运营的一直很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出现了一次突发的事件，也就是在罗马当地的犹太社区发生了一次骚乱。而且呢，据说这次骚乱的主谋，他的名字按照当时的希腊文就叫做基督。所以呢，当时的罗马皇帝格老丢就命令所有罗马的犹太人全部要离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会的犹太基督徒也受到了牵连，就使得忽然一夜之间，所有的犹太人全部离开了罗马。那么紧接着大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罗马教会本来是由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加在一起组成的一个教会，突然间犹太信徒全部走了，就变成了一个纯外邦信徒的一个教会。这在当时的初代教会中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也就是突然间教会里边没有犹太人了。我们所熟知的雅居拉和百基拉就是那个时候离开的罗马教会，后来他们来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就遇到了保罗，他们在一起支帐篷，这件事情很多朋友都熟悉。那么我们再说回来罗马教会，罗马教会突然间，也就是一夜之间犹太人全走了，全部是外邦人。那么教会要不要继续呢？很显然，在纯外邦人的情况下，罗马教会依然继续的聚会，继续的运营。那么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大约持续了有5年的时间。我们知道大约5年之后，罗马皇帝格老丢就过世。他过世以后，他所颁布的驱逐令也就没有人执行了。这样呢，犹太人逐渐的又慢慢的回到了罗马，犹太基督徒呢也就跟着这些犹太人返回了罗马教会。但是当犹太人返回罗马教会的时候，就发现整个这个教会的气氛好像不一样。我们知道犹太人跟罗马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传统观念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原本大家呢在一起聚会，那相互之间呢都要配合一点，迁就一点。但是突然间犹太人全部都离开了，那么整个教会都变成了外邦人。所以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饮食、喝酒、各种聚会的这种日程的安排和习惯上，甚至他们的作息时间，都按照外邦人的生活习惯来安排了。因为不需要再和犹太人之间相互磨合了，所以呢，就是外邦人怎么舒服，那就怎么来。对于罗马教会来说，5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也不算短。甚至在这些年中呢，又有很多的新的信徒加入了教会。
那么当犹太人返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怎么原来教会的这些传统跟习惯全部都打破了呢？所以呢，大家在一起呢就出现了一些争执。显然这种争执是没有结果的，那最后呢，大家就不断的升级，最后就开始吵架。吵架的结果就变成了互相之间的一种诋毁，甚至是谩骂。也就是说，有一些个外邦基督徒，他们对原本的犹太基督徒说，都说你们的律法已经废除了，你们这些犹太人已经被神所遗忘了，神不要你们了，教会有没有你们问题都不大，我们自己聚会也很好。诸如此类的言论就很多，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中有很多保罗使用这个词，就是断乎不是。律法已经被废除了吗？断乎不是。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是。犹太人被神弃绝了吗？断乎不是。犹太人跌倒了吗？断乎不是。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些话呢？原因就是当时有一些外邦人他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当时的罗马教会的问题就是犹太人返回罗马之后，对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是罗马教会的外邦人信徒觉得不以为然，说你们说的不对，我们不会按照你们所说的那种方式去做。但是呢，很多传统的这些犹太信徒觉得不这么做就是不对的，不可以。那么对于初代教会来说，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有使徒，还有耶路撒冷教会。当众教会产生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会反馈给使徒，使徒能够解决的就使徒解决，使徒解决不了的，那么就在耶路撒冷大家呢开会，耶路撒冷教会的众使徒跟长老大家在一起商议，形成一个结果，然后呢再回馈给教会。使徒保罗虽然没有去过罗马教会，但是使徒保罗认识很多罗马教会里边的核心同工，这个问题就反映给了保罗。而保罗这个时候呢，刚好要返回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他的方向是与罗马教会相反的，而且保罗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到罗马。按照历史资料显示，保罗在写完罗马书之后至少3年才最终到达了罗马，也就是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够去罗马。所以罗马书的目的并不是保罗已经决定好了什么时间去罗马，事先给罗马教会写一封信打个招呼，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保罗知道罗马教会已经发生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需要尽快的解决，等不了他亲自去。而罗马教会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特殊，它跟别的教会都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保罗写罗马书的一个前提。但是为什么罗马书要写这么长？这就不得不提的是，罗马教会也许是当时初代教会中最大的一支教会。那么有一些史料记载，罗马教会当时可能是一个大约500至1000人左右的大型教会，而像哥林多、以弗所这样的教会，可能也就是体量在200人左右的中型教会。虽然这样的教会对于今天而言并不算大，但是在初代教会中已经算是大的了。而罗马教会的体量对于当时的初代教会来讲，绝对是很庞大的一支教会。而罗马是帝国的中心，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所以罗马教会中会有很多人，他是有学识的、有身份的、有地位的。所以保罗在讲解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事以巨细，一定要详细的把每个问题都说清楚。那么罗马教会为什么会产生问题？那就是罗马教会中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对于福音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各个方面都要把它说得清清楚楚才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前8章
都在详细的在解释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到了第9章开始，保罗才会说，你看你们这些外邦人所提的这些问题都是不对的，同时又对犹太信徒进行了劝慰和警告。如果没有罗马书，很可能当时的罗马教会就面临着分裂，甚至呢会种下这种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种子。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罗马书之前需要明白的一个关键的历史背景。那么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再读罗马书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了。那么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同在，我们下期见。